是不可能再有机会重来。我要在这边跟你慎重的再说一声对不起。영은 국민 MC 미키 황으로 밝혀졌습니다. 앞서 어제 오전 조피아라는 여성은 소셜미디어에 10여 년 전 한 近日台灣社會受到 MeToo 風波影響，無論喺學術界、體育界定係政治圈，都係今年5月接連爆出多件性醜聞。而呢件事，现在呢，又有一名男艺人被他涉性骚扰。把手滑进去。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流浪移民日志》Wonder Rose Immigrant Channel， 我是 DJ 王。这一期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Me Too， 现在正在我们台湾如土如火的进行当中，特别是黄子佼 Mickey 黄的事情好像要让它血流成河，这样对不对？我要看到血流成河，我也想看到血流成河。关于 Me Too 这个运动呢，我本身有一些故事要说，然后早在5年前、6年前，韩国呢，2017年年底到2018年，韩国已经响应美国的 Me Too， 然后也在当时呢闹得轰轰荡荡。那当时开第一枪的就是由女性检察官上节目，然后去举报检察长，由这位女性检察官去举报当时的她的主管检察长。那这位检察官呢，他叫做徐志贤，由他开启了第一枪，响应这个 Me Too 运动。 옆자리에 앉아서 허리를 감싸 안고 엉덩이를 쓰다듬는 행위를 상당 시간 동안 하였습니다. 그러셨고 바로 그 옆자리에 안모 검사가 앉아 있었고 주위에 검사들도 많았고 그 손을 피하려고 노력을 하였지 제가 그 자리에서 대놓고 항의를 하지는 못하였습니다. 그 앞에 그렇게 많은 사람들이 앉아 있었음에도 누구 하나 말리지도 않았고 아는 척을 하지도 않았습니다. 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回响，因为毕竟是检察官政府机构来引爆这件事情，之后延伸到政坛，当时有可能去参选总统候选人的执事长，名字叫做安熙正，他的秘书来举报他。举报他什么呢？性侵这位秘书长达8次有多。那直到最后一次是在2018年2月份，在 Me Too 运动在韩国当地已经是在进行当中了。但是那位安熙正执事呢，他看了那个运动之后，他甚至还上新闻，说要支持 Me Too 运动，但是他在私底下却对他的秘书说。原来我做这些事情，然后还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都不知道。之后还是性侵，所以这位秘书呢，就抱持着如果他有可能会在这世界上消失的这种觉悟，然后上了电视台节目，然后就报了这件事情，长达8次性侵。 저한테 안희정 지사는 처음부터 끝까지 안희정 지사였고 지사님이었습니다. 그가 가진 권력이 얼마나 크다는 걸 알고 있기 때문에 저는 늘 수긍하고 그의 기분을 취재로 SOS를 치려고 여러 번 신호를 보냈었고 눈치챈 한 선배가 혹시 그런 일이 있었냐고 물어본 적이 있었습니다. 예. 그때 얘기를 했었고 근데 아무 도움을 받지 못했습니다. 처음에는 저한테 거절을 하라 그래서 저도 거절을 했었어요. 스위스에서 아니라고 모르겠다고 그랬는데 결국에는 예, 알겠습니다. 이사님이 그런 일이 있고 나서는 저한테 했던 말 비밀 텔레그램들이 있어요. 미안하다, 개념치 마라, 내가 부족했다,
잊어라, 다 잊어라. 그냥 아름다운 스위스와 러시아에서의 풍경만 기억해라. 다 잊어라. 항상 잊으라고 얘기를 저한테 했기 때문에 내가 잊어야 되는구나, 잊어야 되는구나. 그래서 저한테는 있는 기억이지만 없는 기억으로 살아가려고 그렇게 다 도려내고 그렇게 지냈던 것 같아요. 예. 지사가 최근에 저를 밤에 불러서 미투에 대한 얘기를 했습니다. 미투에 대해서 불안해하는 약간 기색을 보이셨던 것 같은데 저한테 내가 미투를 보면서 그게 너에게 상처가 되는 건지 알게 되었다. 미안하다. 너 그때 괜찮느냐. 그렇게 얘기를 해주셨는데 그래서 오늘은 안 그러시구나라고 생각을 했는데 결국엔 또 그날도 그렇게 하시더라고요. 언제 일입니까? 2월 25일입니다. 미투 언급을 하고 미안하다고 사과한 상태에서 또다시 그랬다고 하는 게 저한테는 여기는 벗어날 수가 없겠구나. 지사한테 벗어날 수가 없겠구나. 나 어떻게 하면 벗어날 수 있을까라는 생각을. 然后后来这位人气知识呢，在台鞠躬啊，由检察官的事件延伸到政坛，继续延伸到演艺圈。那演艺圈呢，就是有国民爸爸之称的崔日和男演员。 선굵은 연기로 영화 드라마에서 맹활약했던 배우 최일화 씨가 과거 성추문 논란에 대해 스스로 사죄했습니다. 몇 년 전 불거졌던 성추문 사건을 언급하며 지금이라도 반성하며 죄가 있다면 달게 받겠다고 밝힌 겁니다. 被控性骚扰。另外还有 Netflix 韩剧就是《与神同行》，它是一个 Webtoon 韩国的网漫去改编的。里面有个角色就是吴达秀，吴达秀这位男演员呢，他在很多不同的电影或者影视剧都有在演出。那也是在韩国当地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男演员，他也是被控性骚扰。还有一位就是很资深的男演员叫做赵明基，那可能我们台湾朋友比较少知道，那在韩国当地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资深男演员。他在大学做教授，然后被20几位学生控诉猥亵，结果之后的没过几天他就自我结束了生命了。所以这一连串的事情发展下来，造成社会很大的一个波动。 影响到现在，我们可以是有一个前驱之鉴毕竟欧美人的那种风气可能都稍微跟我们亚洲的有点出入。以亚洲区域的国家韩国来为例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前驱之鉴，之后可能这个风气会带来我们一些哪些影响。那韩国目前来说的话呢，所带来的影响呢，就在我们这一期最后我会去分享，包括我自己个人的话。 Me Too 运动，那我是非常赞成、非常支持的，因为我曾经有类似的经验。我在就业时期的时候呢，有资深职员跟新进人员嘛，刚好那个时候呢是在中间层，就是已经在那家公司待了一段时间。有一位资深的男性同事，我们就做前辈吧资深的前辈他对一位新进的一个女性同事，他有好感。那位资深男性同事他是已婚的。那位新进的年轻小妹妹呢，她是刚进来没多久，刚好在我的那条线，然后我就还蛮照顾她。结果有一次面露难色跟我说，那位资深男前辈就对她有一点。 比较过分的举动，他也没有明确讲，那我大概猜出来，然后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尽量注意他这样？我说好，没问题。那我就发现他对于那位新进的后辈是有一点过分的行为举止，包括莫名其妙的身体接触然后讲话就有点轻佻，带一点黄色笑话这样子，而且不止1次2次，是有点过分了。 他就会半开玩笑说：“你今天晚上要不要过来我家？我老婆不在家哦。”
我请你喝酒啦，就是类似这种很明示的这种笑话。那这构成是一种骚扰。那后来我有稍微我在场合之下的话，我会尽量帮那位后辈去挡。比如说那位前辈呢，在针对这位后辈小妹妹讲这种黄色笑话的时候，我就故意去插嘴。那曾经有过这种经验，那这也算是一种骚扰。当然我有很多故事啦，但是如果全部都讲完的话，我看这期视频可能要超过40分钟，甚至1个小时。我就随便讲其中一个例子。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可以延伸到我刚刚说的在韩国 MeToo 运动之后到现在的韩国整个社会风气衍生成到哪一种改变呢？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刚刚说的例子，公司的整个制度跟风气转变的很大。我相信台湾也有可能会多或少会有这些转变。韩国的话，他们就是有企业文化里面，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会比较倾向于对女性朋友是会有一点不尊重，这是事实。那假设举个例子好了，可能就要喝个咖啡一位主管他要喝咖啡，那他就叫女性几乎都会叫女性的职员，叫他帮我倒杯咖啡。我跟你说，人家是来这边帮你做事，比如说他是来会计部应征会计的，那或者他是来帮你做项目管理的，但是你叫他来说帮你倒杯咖啡，对不对？韩国在 MeToo 运动之前的这种行为举止，韩国会是认为是正常的。韩国人比较注重情嘛，我常常会跟我那些朋友这样说，用一个物品来形容韩国人的话，什么来形容 ？Choco pie， 巧克力派。各位台湾也有在卖，就是红色包装，然后巧克力派，然后写一个大大的一个字叫做情，感情的情。好，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简单、明了的形容韩国人。他们很多东西是用这个情去包装去做一个关系，所以包括他们社会、公司社会他们下班之后就不能直接回家去聚餐，聚餐完之后就会去下一拖可能唱歌会喝酒。那包括那个公司的整个部门的可能男生女生的员工职员都爱去就维系这种公司的感情，公司跟公司职员之间的感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那出发点也有可能是好的，但是呢，无形中会给职员一种莫名的压力，因为你可能你一天下来你做工作很辛苦，你就想要回家，回去想睡倒头就睡，但是你要去应付这些主管这些那些主管，好，然后你去了之后呢，你又不能放开，你又要去帮忙倒酒那各位去如果韩国餐厅吃饭的话，可以要了解一下，或是看韩剧也可以知道，去韩国烧烤店一定会有人在烧肉烧烤嘛，通常在负责烧肉的一定几乎都是新进员工，就叫忙内，包括男生女生都一样，这就是不成的规定包括倒酒，那也就是根本其实也不是 relax， 也是一个 social， 也是一种应酬，对吧？尤其是女性的话，特别会。고기가 왔어요. 주대리 좀 앉아봐. 자자자. 내자라자. 이 말씀은 더 갖고 올까요? 그냥 앉아 있으라니까. 대리님도 하시면 되죠. 건배 한 번 더 하자. 우리의 미래와 사랑과 일을 위해 미사일! 미사일! 너 없이 한번 할까? 네. 우리는 미사일이 없어서 感受到骚扰。假设一位主管，我举个例子那一位主管然后喝醉酒了，那我们他妈去下一场，要去下一场，然后就会唱个歌，那他们就可能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搂着那些女职员、那些新进人员，
一起唱歌，也不要说新进人员啊，就女职员啊，一起唱歌这样子，这些情况、这些画面，很多韩剧都有在表现出来。那他们那些主管呢，可能他是有意无意的，或者他只是纯粹是认为，你是我们这个部门的，我要好好带给你。他会有一种过动的行为举止，可能他对男生也是这么做，那可能他对女生也是这么做，他没有作为任何一种企图，或者他有可能企图。那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都有可能会对女性朋友们会有一种骚扰的行为。那这个情况呢，在 Me Too 运动之后就改善很多了，甚至到有点冷漠的地步。针对这件事情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特别是男性朋友呢。那我这边来举例一下，关于 Me Too 运动事件之后的社会现象。那很多韩国当地的很多网民们就有不同的意见。那我这边来举例一下。那以后我们一定要，如果个女生她脱的话，要先询问，我可不可以亲你？她说好，那我现在白纸黑字给她签名，签名完之后才可以亲吗？另外网民他就问，那如果以后跟女生她脱，我要想要牵她手，是不是要白纸黑字先询问她？在很浪漫的情况之下，想要牵手那瞬间，等一下，我可不可以牵你的手？先询问同意，然后白纸黑字签名之后再牵手呢？是不是需要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个网民就说那以后是不是一点肢体接触都会构成性骚扰或是骚扰呢？那以后是不是不能叫同事帮我倒杯咖啡呢？那诸如此类的这种留言还有疑问是非常多的。那这有可能目前的Me Too 运动的潮流之下，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社会上一些公司企业文化，都有可能，包括像男性的这种疑虑虽然说有可能 Me Too 的风气会有点歪掉，那所以这个就由各位观众朋友们要留给大家去做个评估。针对 Me Too 这项运动有一些意见分享的，那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栏留言。那或者是认为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也可以去指正，没问题。那我纯粹是以分享韩国当时的这种 Me Too 运动到现在整个社会大众的那种转变，那有好有坏，凡事就是一体两面嘛还是希望支持台湾这个 Me Too 运动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当然了，我也是嗑瓜群，那我会继续再关注这件事情。记得我现在的言论只是纯粹是分享那我也没有带个人的私心。那如果真的是要问我个人的感觉的话，我会是非常支持这个运动的我觉得女性主义是需要抬头，我是非常支持的这个运动。好，那这期视频的话，那就到这边了，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这期视频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拜拜。